就是我们以前是同事，后来就交往了，走到一起了。我们到现在结婚3年了啊，我们有一个孩子，今年2岁了。结婚有3年了，到他们家感觉就没有受到过尊重吧。每次受到委屈什么，他不管是我做的对也好，还是错也罢，他说的都是我。我们结婚这3年来，几乎每天都吵架。他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戏码，每天都在上演。每次他总觉得是我不维护他，我也知道他大老远过来，他一个人在这边，什么朋友都没有。我每次都是站在他角度去想的，每次是都往他这边考虑的。他总感觉我是一直向着我妈妈。基本上他都不解决，小事嘛他不当回事儿，大事嘛他又做不了主，他也觉得不是个事儿。反正我就觉得我挺受委屈的。我不想离婚呀，我还想一直继续走下去吗？掌声有请，有请。男嘉宾小宋，27岁，来自山西，公司职员。来，有请小宋，有请。女嘉宾小石，27岁，同样来自山西，是公司职员。来，有请小石，有请。欢迎2位啊！结婚3年对吧？对。孩子2岁是吗？对。啊，男孩女孩？男孩。男孩，孩子现在谁带呀？我婆婆。你们是跟婆婆居住在一起，还是单独生活呀？居住在一起。谈了多久恋爱结的婚呢？就是期间分分合合，差不多有3年吧。今天来什么事儿啊？就生孩子那会儿吧，他那会儿是上夜班嘛，上完夜班，然后正好我就肚子疼，去医院了。去医院，然后就肚子都不舒服的不行，他在那就睡大觉，就不管我。我看人家别的就是老公啊、婆婆干嘛都帮着捶腰干嘛啊，地上，他就在那呼呼睡大觉。啊，你踹醒他呀？我叫不醒呢。啊，人家盖了个毛巾被，就在那睡着。我叫醒他，我叫了他一次，他翻了个白眼，然后继续睡。你也知道我昨天晚上上的夜班，就是第一天那会儿睡了一会儿嘛，就到晚上的时候才睡了一会儿。好多这个家庭因为生孩子这点事儿留下了很多的阴影啊，因为对女生来说，确实那个日子特别煎熬。还有别的吗？在他们家就没有受到过起码的尊重吧？是他不尊重，还是家里人不尊重？他和他们家里人都不尊重我。他是怎么不尊重你的？当天生完一个孩子嘛，然后给我妈打电话，我妈当天就去了，然后到他们家就伺候了我有70天吧，然后晚上陪我睡觉看孩子，晚上也要给孩子洗衣服，给我洗衣服。我妈身体不是3高糖尿病嘛，身体不好，他妈也没说过啥，就说看跟你换1个晚上之类的，他也没话说，就在那一直看着。就是坐月子这个事儿吧，来是丈母娘挺好的，每天晚上陪着她睡觉，丈母娘累了我就陪着她。他就跟我妈换了1个晚上。然后还是他换的，我婆婆一句话都没有说。洗了1星期衣服，后来是不是我一直洗衣服了呀？对呀，你是洗了衣服，给你一直做饭呀。你只是洗衣服，你洗了1个星期之后，你去外地上班了呀。然后我是陪了你1、2个月才走的，好吧？我走了，然后丈母娘又陪了1个月，这是。那你陪再说，你也没说跟我妈睡，换着晚上睡一下觉啊？跟我妈换了1个晚上，知道吗？还在那哭了，她在那睡呼呼睡的，比我还死呢。有一次，孩子不是喜欢爬楼梯吗？从小挺顽皮的。他看着了没看好，还是从楼上不小心掉下来摔了一下，然后孩子哭了，他过去看了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也没说知道他也不是有心的嘛。然后又一次就是我爸看着孩子了嘛，孩子也是爬楼梯了，然后他不知道干嘛去了，然后也是没看到，也摔下来，人家就逮着这件事不放的，硬跟我爸又吵了一架。我就说你看孩子跟上谁走了，没跟你们在一块儿，你们吆喝一声，对吧？家里孩子谁带呀？一直是我带着，然后从去年10月份出来是婆婆帮着带着。哦，婆婆帮着带。对，之前婆婆就不给看孩子，孩子那会儿小时候她就是。婆婆该不该给看孩子呀？我觉得她看不看都无所谓。啊，那你们就自己看吧。我现在是想通了，但是有些事就过不去了。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跟婆婆住在一起啊？她没房子，她那会儿就说的是跟她家人住在一块儿。你就同意了？对，我觉得也没啥。就是这个房子的事儿吧，本来刚结婚的时候就因为房子的事儿，差点就没有结婚成。那时候。因为那房子是我爸妈辛辛苦苦盖的嘛，住了有好几年了。然后就我们结婚时候又弄了一下，外面弄得挺好的。然后他就说在那个房产证上填上他的名字。然后因为这件事儿闹了好久呢，后来我爸妈同意了嘛，然后这件事儿过去了。然后
这后来又不久，人家又提出了，把我爸的名字抹了吧，直接写成咱俩的名字吧。然后我就这件事感觉又吵起来了。因为之前被他家人撵出去过一次。为什么撵你？就上次也是因为孩子吧，他们用那个老虎钳子放在窗户外边，然后正好下面压着一块抹布，孩子就过去够去了，够那个抹布差点让那个钳子砸住脑袋，然后我就过去说了我婆婆2句，我说你看把那个用了啊，就放从哪儿拿放哪儿去，孩子也学会走路了，跑了，干嘛放那么高挺危险的。然后正好我公公就过去说了，就说你一天怎么着的啊，吼着他们家就鸡犬不宁了，怎么啊厉害的我就不行怎么样子，然后就这样子吵起来，话赶话没好话，然后就那样子撵嘛。之前吧就因为月子这些事儿，我就想不通，越想越委屈，越想越气，然后我就直接最后就是回我家去了。回我家之后他也跟上去了，到了1个星期左右，他们就是我婆婆和我公公都没上去接一下干嘛什么的，就是他一直来回跑，就是他一个人去看我。我觉得就在这里边就没有一点重视度都没有。不是要谁重视你呢？我特好奇啊，你嫁给他又不嫁给他们家，你主要针对的是你公公和你婆婆吧？你是觉得这男人窝囊吗？对，他不站在中间替我说2句话，就不算他不替你说话，就算不替我说话，他在中间就调和一下也可以呀。他也不调和。对呀。你跟你婆婆吵过嘴吗？吵过，其实就是我这人是心直口快，有啥说啥。然后我婆婆是属于那种不吭气儿，然后她就是背地里搞小动作的那种。我问你几个问题啊。他跟你父母已经僵成这个样子了，你作为丈夫的从来没有考虑过说我搬出去嘛，不在这个家里住嘛，我租房子嘛，因为我要缓解这个矛盾和冲突嘛。对呀，我就是为了缓解，然后我俩才出去打工的，就是为了让他跟我家里然后分开了吗？啊，你们已经出去打工了。对呀。打工了有没有缓解呢？跟我家里缓解了，然后他跟我之间，然后就因为一件小事然后就一直吵架嘛。刚开始是我先休息的，我先去，我给他先做饭的。人家吃这个汤面了，然后呢，我先把面放进去了，然后把菜放进去了，然后我好心好意的一天给人家做好饭，起来叫醒他，人家看见我做的不好吃，你做的这是啥呀？是猪食呀？然后把这饭又兜了给我。我没倒。没倒吗？自己倒的。一脚把那倒踢得满地都是，然后我也没说什么哦。然后等到他休息了，人家也给我做了一顿饭。然后人家也给我做的汤面，把面放进去，把菜后来也放进去了，啊，我感觉挺好的。我说起来吃个饭嘛，我说哎，开了句玩笑吧。我说我上次这样给你做，你怎么觉得不好吃呀？为啥给我兜了呀？人家说了句你狗急强想呀哦，然后就又把饭不让我吃了，然后我就自己上班去了。我没倒过饭。也就是说你们俩单独过了多久？半年吧。过了半年，孩子谁带？我婆婆。那你们俩出去打工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把孩子带走一起打工呢？因为我想着就是说，他那会儿在煤矿上工作嘛，我想就是说煤矿上对身体太不好了，危险率也挺高的。我想出来，他一个人在挣钱，3张嘴在这等着吃，也挺累的。我想替他分担一点。哦。所以就没带孩子。说你起来别让他假装惺惺的，平时我姑说从来没给我擦过眼泪，我们俩吵架他从来没管过。哎，你为什么还跟他过呀？之前有好几次跟他提过离婚吧，反正有2、3次都不想过，感觉太迷茫了，太受他们家，因为我是单亲家庭，没有爸爸，我感觉在他们家就受不到重视。我承认我确实就是跟婆婆的、跟公公这件事，我确实承认啊，我就是做错了，跟他当面也说过，但是事后我就是该怎么做还是怎么样子做的，他们家就不是那样子想，他们就感觉就是哎，镜子碎了再也粘不到一块儿了。我想尽量弥补，但是这么多长时间了，我感觉弥补到跟我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。也就是说，实际你也意识到了，在整个的这个冲突过程当中，有的时候因为情绪激动，可能你没控制好自己，对我脾气比较暴，确实伤害到了公公婆婆，是吧？对。但是你觉得他们应该原谅你？对，我觉得就是我不说话，我把那个做到份儿上。好，下面就是先生了，你怎么看待你的妻子跟你和你家人这一系列的冲突？我也尽量去在中间去调解，然后去调解中间的关系。
师们说说吧，应该怎么办？你们要真不想过，也可以不过啊，这都是自由的嘛，对不对？你们要想过就好好过。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来，沙老师，咱俩差不多大，你一直在说他们一家人没把我当自己人，没把我当家人。我告诉你啊，一个女人远嫁到另外一个家庭，是你自己要不要把自己当成这个家庭的一份子。如果说我抱着心态是我就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，那你嫁进这个家里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全家人对你都非常好。但如果你在嫁进门的之前的那一天，你就觉得完了，我一个外人要嫁到一个人家，他们全家人肯定都拿我当外人，那势必你看每一个人都会拿你当外人的。所以我觉得你现在的状态是你把自己封闭起来了，你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我想的是这样，这件事儿就是这样，所以你很多事情是要往开了想，往开了看，不能钻牛角尖儿。所以很多时候自己想要过得开心过得好，任何人都帮不了你，在于自己。然后我要跟男生说的是什么呢？世界上没有恶婆婆，只有坏男人。其实你也知道，婆媳问题到今天这个节骨眼上的时候，你是始作俑者。其实有的时候很多问题通过你是可以解决的，达到一个平衡的。你要两面说话，怎么样跟媳妇儿说婆婆的话，怎么样跟婆婆说媳妇儿的话，这是一门学问。一个家庭我们都不希望它散开，但是凝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是需要大家真心对真心的。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好，谢谢。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沙老师。来，白老师，我看这个妹妹哭得这么可怜啊，真的是，也挺心疼的。就是这小伙子，我觉得也一直是在挺努力的，但是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，反而越努力越糟糕，是吧？你就特别不能明白，是因为你没发现其中的一个秘密。这个秘密就是他在非常非常的嫉妒你的妈妈。你的妈妈拥有了3个男人对于她的依恋、爱、需要、崇拜等等，她拥有了3个男人，她的丈夫、她的儿子，还有现在她的孙子。这3个男人都那样的天然的就存在在那个女人的身边，让那个女人活得真的像个女人。而她呢，她从小没有爸爸，然后跟妈妈和妹妹相依为命，他们的家庭3个女人，没有先生的疼爱，没有一个男人。所以当她到了你们的家庭之后，这个女孩子内心当中真的她会有很强烈的孤独的感觉，会有很强烈的委屈的感觉。她在特别的嫉妒着你的妈妈是一个那么幸福的女人。所以在这个的背后，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做出来了很多歇斯底里的事情，做出来很多疯狂的事情。这个疯狂不是因为她不爱你，也不是因为她是一个泼妇，而是因为她内心当中充满了对于男性的那种爱的渴望和不确定感，和对你妈妈的嫉妒。所以这个才是我觉得是问题背后的一个真正的原因。所以这个小伙子，我觉得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最好的方法，就是在你媳妇儿面前别做你妈妈的儿子，要先学会做你媳妇儿的顶梁柱，做她的主心骨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谢谢老师。谢谢你们。好，谢谢白老师。来，涂老师，你说你心直口快，其实在我看来，你是一个霸道、自卑而又愚蠢的人。说你霸道，那是色厉而内荏。你要用种种的张牙舞爪来武装自己，以免自己远嫁到千里之外之后不受人欺负，要武装到牙齿。然后如果说你愚蠢，你实在太不善于抓住人心和抓住幸福。其实你是一个爱无能的人，你每次总是把幸福作成不幸，你太没脑子。此外就是你的自卑，如果你不是自卑，你在最开始的时候不会因为房产证的问题
而一而再再而三的分分合合，最后不情不愿的嫁到那个家庭当中去。你是带着不满嫁过去的，所以在一开始这段婚姻就是有阴影的。当你真正的决定了要远嫁到一个千里之外的家庭当中去的时候，你所要做的是融入啊，而不是让别人来配合你。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和关爱，人是互相和平等的，你首先得关爱别人。如果你不收拾掉你这副坏脾气，你嫁到任何家庭当中去，你都不会是这样。你的眼泪与其说是流给自己，其实从某种条件下来说是自卑的泪水。我们今天即便再怎么责备这个男生，他也没有办法迅速成长起来，他天生缺乏这种处理婆媳之间的关系的能力，他缺乏。但是从某个角度上来说，女方的这种强势，在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候，给了他一种很好的支撑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们要真的生活下去，一定要小家庭独立起来，好吗？好的，就这样。说句实话啊，想过有想过的方式，不想过早已经不过了。所以这个婚姻留下的想过的东西是什么，你们彼此心里都有。所以想清楚，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老婆，这3年来我们一直争争吵吵的度过，可能我们之间都有一些做的不对。如果我们今后能够好好的珍惜对方，能够对彼此的父母都照顾得好的话，我们都给彼此一个机会吧。我觉得我也做的很不好。其实之前做的那2件错事，我也认识到自己错误了，但是我一直在弥补。就像评委老师说的话，我可能就是让我自己思维按照我的想法一直走吧。我可能太自以为是了。我脾气我以后一定改，就算改不了，我也会克制的。最后跟你絮叨一句，在一个人情社会里面，尤其像中国这样的社会，讲这个宗族亲情的这么一个社会里面，这个结有一天会解的。什么时候？当你公公婆婆老去的时候，当他们在病榻上的那一天的时候，这个结能不能解就看你了。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情，你们自己去想，应该怎么办？能做到就做，不能做到也别委屈了自己。2位请回吧，谢谢你们啊。哎，这个你一旦录这种婚姻题的时候，就跟录这个爱情题完全是不一样的。爱情是在这个生活里浪漫着啊，婚姻是在日子里熬着，像这样的婚姻就是熬着。所以你面对这个熬日子的婚姻的时候，哎呀，确实你那个内心是极其之复杂。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，来吧，看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吧，请开门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谢谢。直接拿戒指就。本栏目由宝诗护肤领先品牌药宝诗伊贝诗防晒霜冠名播出。伊贝诗女王焕颜季期间爱情保卫战的春季套盒加1元多送1套，改变自己，做自己的女王。来，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！各位请见证。老婆，我爱你，今后我们一起好好的孝敬我们父母，好不好？好。在爱里等着你。
距离来填满回忆，在爱里等着你。来，请亮灯吧。那个，来给你个建议啊，来对着镜头啊，给公公和婆婆好好道个歉。来。爸妈，上次做的事情确实我错了，但是我可能就是说，那个小笨还是挽不下面子来吧。希望你们在这里边可以得到你们的原谅。行，回去吧，好好过日子。回吧。哎，还绷着那劲儿呢。